Hello，兄弟们，最近怎么样？今天我来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怎么样通过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也就是币安，来进行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交易。首先的话，本期视频呢会从零开始，教你注册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币安的一个账户。币安的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视频下方的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本期视频你会学习到怎么样进行一个资金充值无论是你是用法币，比如说你是欧元、美元还是其他加密货币，我都会教你如何将它们转入你的币安的一个账户。购买加密货币的方式有非常多，那我们会逐一的进行一个讨论。那同时掌握在币安进行交易的基本功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选择非常简单的操作方式，当然的话也可以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界面进行一个操作，也是没有问题。接下来，然后你会学习到怎么样进行一个收益的一个提现。无论你想把这个钱的话，加密货币提现到你的银行账户，提现到你的微信，提现到你的支付宝，都是没有问题。当然，你也可以把你的加密货币提现到其他平台，也是没有问题视频中都会讲解到。请注意本期教程主要是聚焦于币安的电脑端的一个操作，我们主要在电脑端进行一个操作。如果说你喜欢用手机进行操作的话，视频下方的描述中，那我也会放一个链接，教大家怎么样通过币安的手机 APP 进行一个操作。对于初次接触币安的朋友，那我建议观看完本期的一个完整的视频，以便的话，你可以对币安进行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最后温馨提示：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现在跟着我一起来实操一下。首先，我们需要注册一个币安的一个账户。币安的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如果说你第一次进来看到的界面是英文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像地球一样的这样的图标，那你直接改成一个简体中文就可以了。币安支持的语言非常多，你看这里面全球主流的语言都支持。那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话，你可以选择简体中文。如果是台湾、香港的朋友，可以拉到最底部，这下面的话还有一个繁体中文也是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注册。这里的话，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号、邮箱都可以注册，或者说你直接用你的一个 Gmail 邮箱直接进行登录的话也是没有问题。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用邮箱进行注册，因为邮箱的话它不会像手机号，可能邮箱你会用一辈子，手机号可能有时候你还会经常换。这里我本期视频我用这个 Gmail 邮箱进行一个演示。我下面输入我的邮箱，这里勾上。前面打个勾，我们点击下一步。这个时候它会向我们的邮箱里面发送一个验证码，让我们去搜一下验证码。好，这里收到我们的验证码了，把这个验证码复制一下，粘贴进来。好，下一步。好，然后的话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密码，需要包含一个数字，还需要包含一个大写字母，还需要字符。好，设好以后，我们点击下一步。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注册成功。好，这个地方呢，他问你是否有推荐人我建议大家选是。这里的话，你可以填入我的邀请码填这个邀请码的话，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后面的话，你的交易的话，你可以获得20%的一个返佣。接下来的话，它就需要进行一个身份认证身份认证的话，我们这里选择居住的国家，我们这里选择中国，可以用身份证的话进行一个身份验证驾照的话、护照的可以建议用身份证非常快，点击一个继续。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证件的一个验证，我们可以选择在当前设备上上传，我们选择第一个。这个时候的话，你需要把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上传进来就可以了，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它这里还有一个手机验证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用手机扫码进去以后，根据它的要求的话进行一个操作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已经验证过了，我这里的话就不再验证过了兄弟们直接跟着它后面的步骤进行一个身份验证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当你的账号注册好以后，下次的话在电脑端右上角这里的登录，你直接点击一下登录进去就可以了。登录进来以后的话，这个就是币安的一个操作后台。在我们进行任何操作之前，那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安全的设置，因为这个涉及到资金的问题，所以说安全的话非常的重要。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头像，这是你的头像
我们点击一下它，左边的话这里有个账户，我们点一下账户的话，在下面这里有个账户安全，在账户安全里面的话，这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我们需要开通这个双重验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2步验证，叫做2FA。简单来说的话，它就像是给你账户的话增加了一个额外的锁。每当你要进行一些比较关键的操作，比如说登录币安的账户，或者说进行一个资金提现的时候，都需要通过额外的一个验证。币安它默认提供的只是一个手机短信的一个验证方式。你在登录的时候，你会收到一条包含验证码的一个短信，但是为了一个更加的安全，那我推荐你的话，一定要启用中间第2个，这个叫做身份验证器 APP。我打开我们的手机 APP， 我们以苹果手机为例，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账户登录账户的时候一定要用台湾的一个苹果 ID， 或者说美区的一个苹果 ID 的可以。如果说你是用中国大陆的 ID 的话，你可能搜不到这个谷歌的一个验证器。那我们打开 Google， 我们这里搜索苹果 ID 购买，那里面有很多网站提供购买，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比如说这个网站，那这个价格的话，大概美区 ID 是9块钱，我们点击它顶部上的 logo， 我们进来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台区，也就是台湾的一个苹果 ID 也是9块钱，然后点进来，然后点击这里我已了解。它这里有要求，就是这个账号包售后的话是24小时以内，大家买了以后记得把资料改一下。然后这里的话填入你的邮箱号，让我们选择支付宝付款，然后点击提交订单，然后这里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立即支付。那我们用支付宝扫码付款就可以了付完款以后的话，它会跳回到我们刚才的网站，然后这里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刚刚购买的一个账号还有密码。我们点击登录我们刚才买的台湾苹果 ID， 在这个页面的话，我们选择其他选项接着点击不升级然后呢我们点击完成。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呢搜索一下Google AUTHEN 就是这个。然后的话，我们在第2个就是我们需要安装的这个，我们点进去把它下载到你的一个手机上。大概的话，它就会长这个样。它这个里面的验证码的话，它会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改变每60分钟它会变换一次。在电脑端上面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点击这个管理的话，这里我们点击这里启用身份验证器，因为我刚才已经在手机上安装了这个Google 验证器，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加号，手机上这个加号，点击这里有个扫描二维码，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这里的话我们已经增加成功。我们在最底部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个币安.com这里861413就是我们实时的一个验证码。我们再扫好以后，我们点击下一步，把我们刚才手机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991112填进来提交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验证器就已经增加成功。一般用的比较多的话，这个 Google 的一个验证器非常的方便。如果说你追求一个极致的安全还有一款名为一个 UB-Mail 的硬件 key， 或者说我们的 UB-Key。这个 UB-Key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UB-Key 的话，它是一个小巧的一个设备就像这个样子，就像我们的 U 盘一样，你只需要把这个设备呢插入到你的电脑里面在登录或者提现这些比较重要操作的时候的话，作为身份验证的一部分。这种方式的话，提供了最高的安全级别。但如果你暂时没有这个设备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们的一个 Google 的一个我们 Google 验证器的话已经足够强大，能够有效的保护你的一个账户的一个安全。即使你没有这个 UB-Key 你设置好你的谷歌安全的一个验证器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好，这个双重认证的话，大家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用谷歌的这个身份验证器软件就可以了。好，下一步的话，我们就需要来增加我们的支付方式。同样的，打开币，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头像，点击这里有个账户，账户里面的话就是刚才身份认证的下一个地方，这里有个支付方式。支付方式的话，我们这里可以添加一个支付方式。这个支付方式有什么用呢？后续在进行一个买币卖币的时候需要用到，一定要使用你的一个本人实名的账户才可以。比如说你本人实名认证的支付宝
那微信，那它最多的话可以添加20种收款方式。点击这边有个增加收款方式，这里可以增加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这里更多你点一下的话，它还支持最多非常多超过你一个人的话，你可以增加20种支付方式。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一般就是支付宝、微信用的比较多。这里的话，比如说我选择支付宝，这个地方非常关键，你在币安的实名认证一定要和你支付宝的实名认证是同一个人才可以。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你的支付宝账号，这里把你的一个收款二维码填进来。这个收款二维码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支付宝，把你的二维码截图一张上传到这个位置来。好，我的收款二维码的话已经添加进来了，点击右边这里有个确认，这里的话就是非常关键一步，因为我之前说了，你在进行这些关键操作的时候，需要它会用到这个验证器，然后我选择这个邮箱，它会向我的邮箱里面发一个验证码，我们去搜一下，填进来。我的邮箱里面收到一个验证码，我复制一下它，粘贴进来，还需要完成邮箱收好的。我们的身份验证器也需要去搜一下验证码。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我们手机上的一个 Google 验证器，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的话有个297557，就是我们币安的，我们点击一下它，然后填入我们这个297557。好，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来教大家怎么样进行入金充值。那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币安你可以来到币安的一个首页如果这个界面你打开是英文，一定要点击右边这个像地球这样的一个图标，把它改成一个简体中文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实操演示如何向币安账户里面充值资金如果你想使用币安来购买加密货币或者说进行一个交易的话，就需要先往这个账户里面充值。那我们先来看如何充值我们的法币比如说欧元、美元英镑、人民币等等。我们也会看看如何向我们的币安账户里面充值加密货币。我们先来充法币，我们这里可以点这里一键买币，这里的话你可以输入一下你要买多少钱的一个币比如说它的最低要求的话，这里是最少的需要买72块钱人民币，最少需要72。所以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72，然后下面的话你可以下面的话它会显示你会收到多少的 USDT。USDT 的话它叫做稳定币一个 USDT 相当于1美元。那我们可以先买成 USDT， 因为这个比较稳定。它这个买币的方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它一共的话是有3种。第一个的话就是快捷买币第二个的话是自选区，还有第3个的话叫做大宗交易如果说你的量比较大，你可以选择这个大宗交易。你可以看到它的最小订单量，比如说这个都是10万人民币去买这个大宗区。如果你金额比较高，可以选择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中间这个自选区，因为在币安里面的话，交易的话还是要安全、谨慎一点。那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资金的一个干净、安全，不要买到什么黑钱之类的。所以说，我们这里自选区进行一个买币，在自选区进行买币的时候，那里面的话会有很多商家。那我们在上面的话，这里所支持的支付方式，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支付宝。银行卡或者微信一般的话我们用支付宝或者微信都没有问题。所在的地区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这里国家，这里的话后面的话，下面这么多商家，那我们到底选哪一个商家比较好？我们要选这种成交率高、成交量比较大，这2个都比较高的一个商家比如说这个成交率100%，但是成交量有一点少。可以换一个，比如说这个成交量6000多笔成交率100%。这个价格的话，我们选择一个适中的价格就可以了，也不要太低，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卖的比较多，它的成交单量是2万多单，成交率是100%。价格的话也是适中7.15 7.16 7.14，高也不是最低。那我们就选择它，点击这右边这里购买 USDT， 左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条款，那我们在买之前的话一定要看一下，来遵守一下它这个条款。
买家需要保证资金来源的话，必须要写合法啊。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啊，需要负一切的经济以及法律的责任啊。这个人说白了就是需要你的钱是干净的，不要是什么黑钱，不要是什么违法所得的一个资金，我们平常的干干净净的钱就可以。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买家必须实名付款，和平台名字一样，否则的话他会不放心。也就是说，你支付宝的实名认证一定要和你在币安的实名认证一模一样，那才可以。好，这边的话，我们这里你可以选你要买多少钱的币，比如说我买个最低的话，你需要买10块钱，你能收到多少 USDT？USDT 的话，一个 USDT 相当于$1，那我们可以收到1.39个 USDT 啊。付款方式我们选支付宝，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购买 USDT， 这里有个 T+1提现保护啊规则，大家的话一定要看一下。C2C 上面购买的加密货币将自购买时起冻结24小时，在这个冻结期间的话，你是无法将资产提现到外部的地址，但站内交易不受影响啊。大家的话需要了解一下。你把钱卖到加密货币以后，你只能24小时以内，你只能在币安上面进行一个交易啊。24小时以后，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站外的一个交易了。那么这里点击一个购买 USDT， 你可以看到右边的话，它已经把这个支付宝账号的话发给我们了，每天的可购买2单。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支付宝把钱转给他啊，转好以后，我们再点击这里已经完成付款，通知卖家。没转之前，那你先不要点这个。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支付宝一个转账。好，你的手机上转完账以后的话，记得一定要截个图下来，把你的转账记录截个图。这个地方的话，这里因为我转完账以后，我这里点击已完成付款，通知卖家。在右边的话，我们可以上传我们刚才的一个支付宝的一个转账记录，把这个照片的话发给他。那这里的话，我已经把我的转账记录的话发给他了。那等待对方确认收款并放行。好，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购买成功。1.39 USDT， 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查看余额可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资金账户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刚刚这个眼睛你可以把它点开，那你可以看到进入这里面的话，它就可以显示你里面一共有多少钱了。或者说你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订单，先点击这个头像，再点击这个订单，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C2C 订单，你点进来看一下。那我们点击这个C2C 订单，点击这个全部订单，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购买的一个记录，都会显示到这个位置。这里总览的话，你点击一下它，那你可以看到你钱包里面的话一共有多少钱，都会显示到这里面。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怎么样进行购买一个 USDT， 接下来的话我再来给大家演示。如果说你在其他平台有加密货币，那怎么样把其他平台加密货币的钱充值到我们这个币安里面来？比如说我在 OE 里面有我的数字货币，我想把我 OE 里面的一个数字货币的钱包转到我们这个币安里面来，那我们怎么样进行转呢？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还是我们这里点击最右上角这里有个充值，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你看这里的充值的话有充值加密货币，那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的话选择一个币种，比如说我要充这个 USDT， 这里网络我们选一个网络，一般的话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TRX， 我们选择它。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充值的地址，接下来我们就复制一下这个地址比如说来到我的 OE 这个平台，这里的话我可以点击，比如说这里有个 TB 这里的话需要选择币种，我们还是选 USDT。那这里我们提币的方式，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链上提币的。好，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下一步，把我们的 USDT 地址粘贴进来。这个网络的话，这里选择比如说可用的提币的网络，一定要选择我们刚才这边这个 TRX， 就是两边这个网络的话一定要一样。如果说你这个网络选择的不一样的话，你的钱的话就会转飞掉，且永远找不回来。所以说这个地址还有这个网络，那两边的话一定要一模一样。这里提币的数量你可以选最小提币的话，它需要5 USDT，就是
我这里选择5。然后你在这个提币的时候，它是需要收手续费的。比如说网络费用的话是需要3USDT，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37，相当于需要20块钱人民币，这个手续费就是需要20。那不管说你转多少都需要网络费用。比如说我在提币500、5000、5万，它的手续费的话都是一个3USDT，就是相当于$3。不管你看我这里提多少金额都是一样，金额的话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这里的话最小我选择5这里的话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这里我点击下一步，这里有个风险警告，一旦交易上链，我们将不能为你取消所以说这个的话，大家在提转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要看好。点击我信任这个地址并同意继续提币，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它再次让你确定一下你的网络是不是和我们这边选择这个 TRX 网络一样。这个地址的话，是不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地址？因为我们是复制的，所以说没有问题。提币的数量是5个 USDT， 但是它的一个交易费就是网络费用是3USDT， 网络费用是3USDT最终我们能收到的只能有2个 USDT 这里点击一下确认这边的话我们需要收一个验证码才可以。我们把刚刚收到的验证码的话复制一下，粘贴进来它收2个验证码，一个是邮箱的验证码，还有一个手机的验证码我们再来收个手机的验证码。好，2个都输好以后点击一下确认。好，申请已提交，我们正在将这个 USDT 发送到我们刚才这个地址。他说如果取消提币，你可以在1分钟以内免费取消，所以说你还有1分钟的一个后悔的一个机会。这里点击一个我知道了。大概等了2分钟以后，你看你的邮箱的话会收到一个 USDT 成功提币并转账的一个提醒。说明的话，我们这里的话，我刚才已经成功把我的钱从OE 的话提现到我的这个币安了。超2到3分钟以后，你的邮箱里面会收到这样一个短信，比如说 USDT 充值成功，那2个 USDT 已经充值到账登录并查看核对金额。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查看你的总览页面。充值成功以后，我们在哪里看一个记录呢？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账户总览，点一下总览。点了总览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订单，订单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钱包历史，我们点开钱包历史。我们选择这个数字货币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刚才的话，我们这里有个充值现货账户我们收到了2个 USDT。本来我充的是$5，但是它扣了$3的一个手续费最终的话我就得到了一个2个 USDT。那说明的话，我这个已经充值成功。现在的话，我们账户里面已经有 USDT 了。接下来我们怎么样用这个 USDT 用里面的资金进行一个买币呢？那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我们点击这上面有个交易，这里选择闪兑与大宗交易，我们点一下。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闪兑。这个闪兑的话，它与我们传统的交易方式不同这种交易转换的方式的话，它会更简单和直接一点，你不需要通过比较复杂的，比如说订单类型的一个限价单或者说市价单，只需要选择你要转换的2种币种，还有一个数量的话就可以了。这种的话比较适合那些希望快速转换加密货币的一个用户而不需要考虑价格的波动或者说一个复杂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策略。花一个 USDT 购买，这里你可以直接选，比如说比特币，这里搜索 BTC 就是比特币。好，我们$1的话，大概的话你可以买到0.00000162个比特币。这里我们直接选择一个预览结果，这里确认一下兑换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成功购买了1个 USDT 的一个比特币。我们可以去我们的账单里面看一下历史记录，比如说我们千万钱包，或者说你直接点击顶上这个头像，点击这里有个订单，在订单里面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闪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花了$1，买了0.00000167的一个比特币都会显示到这里面。你也可以再点击这个总览，在总览里面的话这里一个眼睛你可以把它打开，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想看你有多少比特币，你选这个 BTC， 那你有多少 USDT， 那这上面的话可以直接进行一个选择。还有一个买比特币的方式更简单，比如说点击这里有个一键买币，一键买币的话，输入你要买多少钱的一个
比如说我这里输入我们的金额要买多少钱的，下面的话选择比特币，我想买72块钱的一个比特币，这里点击一个买入 BTC， 这里付款方式呢，你可以选择支付宝微信都没有问题选好以后直接点击一个确认购买就可以了这种方式买比特币的话是最简单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交易，也就是我们本期教程呢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币安的加密货币的话，提供了2种的交易模式各有千秋第一种的话比较简单的一个简易模式，它简洁直观比较适合初学者，可以满足日常的一个买卖需求。还有一种专业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的话就更为复杂，当然功能的话也更加强大通过这种专业模式，你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市场的趋势，运用多种交易的策略看完接下来的内容，那你就能理解如何使用这2种方式进行一个比特币的交易了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最简单的一个比特币交易的方式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一个交易的话，我们选择闪兑与大众交易。它里面的话提供了3种方式，第一个闪兑、定价还有限价。那这里的话给大家科普一个功能，如果说你是新手，对这些专业术语不是很理解，这个时候你可以运用一些 AI 技术来帮你一下。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页面截个图直接把上面的话截图，打开我们的 ChatGPT 以后，我直接把这个图 Ctrl+V 粘贴进来，或者说你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把这个图片的话从电脑上上传进来也可以。ChatGPT 的话，它是一款 AI 软件非常强大。我给它的提示词是这样子的，我说在币安网站里面，请帮我解释一下以上的内容如果说它出来是英文，你可以点击这里暂停一下，叫它用中文解释。因为我用的是一个 GPT 的一个付费 GPT 的 ChatGPT 的付费版 ，GPT 的付费版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识图这个识图的功能的话非常强大。那你可以看到 GPT 的话，它可以帮我们解释的非常清楚。那如果说你是用的 ChatGPT 免费版它就没有这个识别的图片的功能你需要升级到 GPT 的一个付费版。那如果是升级到 GPT 的付费版的话，你用中国大陆的一个银行卡是买不了的，那你需要一张国外的一个虚拟银行卡。那我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虚拟银行卡的一个申请地址大家可以去申请一张国外的一个虚拟银行卡，用那张卡的话，你就可以进行一个付费升级。那我这里的话，用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闪兑的话，就像你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你喜欢的东西，那马上就下单不讨价还价，这就是最快速的交易方式立刻按照市场的一个价格成交。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定投。定投的话，就像你每个月拿出一个固定的一部分钱来买这个数字货币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购买的一个间隔时间，每小时、每天、每周。不管价格的高低长期来看的话，可能获得一个平均的收益。这是定期自动投资的一种方式适合这种长期投资。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限价。限价就像你想买东西，但是觉得现在的价格可能有点高于是的话可以设定一个价格，你可以在这里设定价格，等到价格降到你设定的一个水平，再进行一个购买这就是这3个的一种区别。反对的，我们刚才的话已经给大家演示了，这里的话你只需要输入你的比如说 BTC， 比如说这上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USDT。第二个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定投。这上面的话还是输入你要购买的一个金额，比如说我随便输个0.5，给大家演示一下。下面的话它会显示你0.5可以买多少个 USDT。这个频率的话，你可以选是每天、每周、每2周、每月，你都可以选每月的多少时间，那就可以。比如说我这里选择每月的1号进行一个购买，我在每个月的1号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购买，然后直接点击这个预览兑换结果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购买。限价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如说我这里购买一个 USDT， 当前的价格，你看右边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一个价格。比如说你想在比特币多少钱的时候，让系统的话自动帮你买入。比如说我想在59000 USDT 的时候，那进行一个自动的买入，这里输入你要在多少钱的时候进行一个买入。那这个价格的话，大概能买到多少比特币，这里也有显示，直接点击下单就可以了。
这里点击一个好的，这里我们已经下单成功。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好的，我们可以点击我们这里一个账户，这里有个订单，在订单里面我们这里有个3对历史，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当前委托，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委托的一个价格。比如说我们希望在59000的时候买入这个 USDT， 那它会显示到这个地方。现价模式上的话，这是刚才忘记给大家说，这上面有个时间，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价格，在30天内有效、7天有效，或者说1天有效。我刚才的话，默认的话是30天。如果说在30天以内的话，比特币没有价格的话，没有降到比如说59000，那这个交易的话，它就会自动取消。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手动在这里点击一下取消，也是没有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比较简单。那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通过一种专业模式来进行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交易。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交易的话，这里有个现货交易，我们点击一下。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来熟悉一下这个界面。如果说你是新手，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界面的话，会感觉有点复杂。跟着我一步一步来学习一下。我们先从左上角这里开始。比如说这个 BTC-USDT， 这里显示的是当前我们正在交易的一个交易对，这个叫做交易对。那右边的话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个交易对。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我们可以来到 GPT， 我们来问一下它。我说在币安里面交易对是什么意思？这些比较理论的东西的话，大家可以通过 AI 来好好学习一下。那在币安里面这个交易对，那右边这个也是这个交易对。交易对的话是指2种不同的一个加密货币，比如说我们的 BTC、USDT， 它们之间的一个兑换的关系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 BTC-USDT。这里面的一个 BTC， 具体来说的话，交易对就是左边这个 BTC， 就是你要买入或者说卖出的一个加密货币。在交易对的右边，比如说这个 USDT， 那我们可以在后面，比如说我搜索个以太坊 ETH， 那这里的话，比如说随便选一个 ETH-USDT， 我们选一下这个。你看这上面的话，它又会更改。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USDT 来购买我们的个 ETH， 购买我们的以太坊，或者这边你可以直接用 BTC 来购买我们这个 ETH， 那也是可以的。然后在后面的话，大家看到没有？这里还有个 10x。交易对这个后面的话，通常还会显示一个杠杆的一个倍数，比如说这里有 5x 或者说10x。这个表示你在进行一个杠杆交易的时候，可以介入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倍数。你可以理解为你在交易的时候，你可以向币安这个平台如果说你的本金不够，你可以向币安这个平台借钱来进行一个交易。不过在加密货币的交易当中的话，这种通常被称为一个杠杆交易，或者说叫做一个保证金交易。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后面有个 5x， 可以使用自己账户中资金的5倍进行一个交易。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个 USDT， 那你使用5倍的杠杆，那你相当于你可以借400个 USDT， 这样的话你总共就会有500个 USDT 进行一个交易了。那10倍 X 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账户里面有100 USDT， 那使用10倍杠杆的时候，你就可以介入900的一个 USDT， 最终你可以用1000的 USDT 来进行一个交易。使用这种杠杆交易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放大你的收益。那如果说市场按照你的预测发展的话，利用杠杆交易，那你可以赚更多的一个钱。那同样的话也是有风险的，杠杆交易它会放大你的损失。那如果市场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你的损失的话也会放大。比如说这个一直在下跌，那你的损失也会被放大，那甚至可能会损失超过你最初投入的一个资金。特别是如果亏损超过了一定的程度，那平台它可能会强制平仓。什么叫强制平仓？就是卖出你的资产以偿还一个借款你可能会失去全部或者说大部分的一个资金。这边的话，你可以随时进行一个切换。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下一个买单，那我会卖出，比如说，我还是以这个 BTC-USDT 举例。如果说我现在下一个买单，那我就会用我的美元稳定币，也就是 USDT 来购买我这个 BTC，也就是比特币。
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 BTC 也就是比特币的一个实时的一个价格。这里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过去24小时的一个涨跌的一个幅度，24小时最高价、24小时最低价、24小时以内它的一个成交的一个金额，成交金额有 BTC 有 USDT， 那这边都显示的非常清楚。然后中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图，叫做 K 线图。每一根红色或者说绿色的话，代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走势。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选择1天或者4小时1小时或者周线的都可以。那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1天它的意思就是代表着每一根 K 线代表我们当天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波动。比如说今天是下面有比如说今天是2024年8月29号，可以看到这个。那这个价格是2024年8月27号。我看一看它的价格的话，比如说是从59388，然后一直涨到了62627。那每一条线的话，代表了每一天的一个价格的波动。这上面的话还有一根细线，大家看没有？非常细的一条线。这个细线的话，代表就是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波动。在这个图表最底部，这个就是一个交易量，它就显示了这个段时间以内交易了多少一个比特币这下面的话会直接进行一个显示。在左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口上面的话是卖盘，下面的话是买盘。卖盘的话就相当于大家卖出的价格，买盘的话大家买入的一个价格，这个都很好理解。通常来说的话，就是像我们下面的卖盘的价格通常来说我们下面的买盘的价格会低于我们上面卖盘的一个价格，因为只有当买卖双方的价格匹配的时候，订单的话才会被执行。在这个订单簿的中间，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59773，这个价格一直在变动，这就是比特币的一个实时的一个价格。那在右边的话，你也可以看到最新成交的一些价格，拉到最底部，最底部可以显示你之前的一些购买的一些记录历史记录所有的一个记录的话都会显示到最下面。我们可以来到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这里有现货交易、全仓交易、逐仓交易，还有网格交易如果说你是新手，你可能对这几个概念的话可能有点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你可以截个图下来。如果说你对这些专业术语不是很了解，大家截个图我教大家一些学习的方法让你以后的话你自己学起来也很简单。我们打开ChatGPT，把这个图的话发送过去，叫 GPT 的话帮我们解释一下GPT 的话会帮你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你中间这几个现货交易、全仓、逐仓交易，它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那我这里的话通俗的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个现货交易，现货交易就是在平台上以当前的市场价格买入加密货币的一个行为它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马上进行一个成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全仓，你可以理解为你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面进行一个交易如果说某个交易亏损了，你的所有的钱都会受到影响。但好处就是如果说有其他交易赚钱了，他们也可以帮你弥补一些亏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逐仓，就像把钱可以分到几个小篮子里面，那每一个篮子的话只用于某一种特定的一个交易这样的话即使某一个篮子亏损了，其他篮子里的钱的话也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说你不想冒太大风险，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逐仓。什么是这里还有一个网格交易什么是网格交易想象一下你在市场中设立了一张捕捉价格波动的一个渔网，当价格涨到或者跌到某个范围的时候这张网的话就会自动的帮你买入或者说卖出。这种方式适合在市场价格上下波动的时候自动进行一个买卖，帮你抓住每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实操一下，看看如何在我们选择交易对上下达一个买入或者说卖出的一个订单。那我们这里以这个现货交易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那这里的交易方式有现价、市价，就是现价你设定一个价格，当它达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它会自动进行一个购买。市价的话就是以当前这个价格，比如说59807以这个实时的价格进行一个购买。那我们这里比如说选择一个现价，
比如说这里我以59我希望在5900美元的时候买入这个比特币首先需要你确定一下，你这里选的是这个 BTC USDT， 或者你要买其他货币，这里你可以搜其他货币也可以。然后这里你选择你要买多少数量的一个比特币，这个你可以拉动这个就可以了。这里它会显示你这里有多少个 USDT 可用，可以买多少 BTC。这里点入这个买入 BTC 就可以了，但是它这里要求就是你最少需要买5个 USDT 因为我 USDT 不够，那我先去把我的 USDT 先转换一下。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点击我们的账户，账户里面我们选择这里有个资产，资产的话左边的话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个资金账户。那我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钱的话从资金账户转移到我们的一个现货账户才可以。点击这上面，我先选择左边这个资金账户，我这里点击一个划转，我需要把我的资金从资金账户转到我现货账户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我可以选择全部点击一下确定这个时候的话我的钱的话就跑到我的现货账户里面来了。点击这个眼睛。当钱到我们的现货账户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购买了。因为刚才的话，这里的话最小的话需要买5，那我们可以拉到最小，你可以先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点入买入 BTC， 这里的话已经买入成功。那下面的话，你看可以看到，下面的话就有一个购买的一个记录。好，这个地方这里就有个购买记录，它就会按照我们的设定的价格如果一旦比特币的价格达到了59000美元，它会自动的帮我们买入我们这个比特币。如果说你想撤销的话，你直接点击这个删除取消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可以来到这个页面，这里有个订单，在订单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闪对历史，这里有个当前委托，我们点一下它，也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个委托也会显示到这里，你可以点击这个删除取消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价订单，那市价订单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无法自行设置一个价格，这里你只能去。因为市价的话，它会实时的抓取当前最合适的一个价格进行成交。你这里只能选择你要买多少的一个金额的一个比特币，比如说我买个直接或者你拖动下来都可以，我直接填入，比如说我要买5个 USDT 的一个比特币，点击这里买入比特币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买好以后的话，下面会看到这个历史成交你可以看到现在是7月。7点24， 8月29号，我们刚才买入的这里成交的价格是6万美金这里的我们已经买入成功。那卖出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比如说右边你看这边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卖出 BTC， 这次我来卖出，比如说这里你要卖多少 BTC， 你这里直接拉动一下，你要卖出多少，这个拉到最下面你可以选到这里有多少比特币可以卖，卖了以后能挣多少钱，这里都可以。这下面还有手续费会花多少钱，它都会显示。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卖出以后的话，成交记录也在下面。比如说这里有个卖，你可以看到当前我卖出的价格是多少，买入的价格是多少这下面的话都会显示出来，都在这下面。买和卖的话都非常简单，或者说你可以以现价的模式卖出也可以。比如说你需要它达到，比如说在6万美金的时候卖出你的比特币也是可以，这里选择你要卖出多少，然后这里填入一个你要卖出的数量，然后点击卖出就可以了。同样你可以更换你的一个交易对，比如说我们这里是搜索一个狗狗币，这里比如说我搜索这个狗狗币，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与狗狗币相关的一些交易对，比如说狗狗币对我的 USDT 或者说对我的 BTC 都可以点一下它。下面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填入价格填入你要买的一个狗狗币的一个数量，点击一个买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切换任何的话都在右边这里进行一个切换。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加密货币的钱包里面有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个提现。在提现之前的话，你需要先把你的资金从你的现货账户提现到你的资金账户。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资产。那我们先来到我们的一个现货账户，我们来看一下现货账户。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划转，我需要把现货账户调转到划转到我的资金账户。
这里我可以选择全部，点击一下确认。现货账户的资金划转到我们的资金账户以后，我们可以点到我们资金账户来看一下。这里可能显示我们有14个 USDT。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或者说我们的 BTC 直接转换成人民币进行一个提现。同样的方式，我们选交易，我选择这个 C to C 交易。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用 C to C 进行一个买。当然这里面也可以进行一个卖，卖的话就是把你的 USDT 把你 BTC 卖出去，转换成一个人民币。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卖出，卖出的时候原理是一样的，我们需要选那种交易量大、成交率高的话，这上面这个价格的话，我们不要选那种最高的，也不用选最低的，就选一个适中的一个价格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天7.13、7.14那都可以。如果价格太高的话，可能这个钱不是太干净。你当然不希望把你干净的钱变成一个黑钱，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中间这个交易的风险。但是的话，它上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你在提现的时候它是有要求的，至少需要，比如说最低要求1万，最低要求5万，这里的话都是有最低要求的。如果说你金额太少的话，你是无法进行一个转换的。比如说我们随便选个，这里至少需要5万，我们这里点击个出售 USDT，这 USDT 的话，你这里的话，它的要求的话，就是你最少需要卖出同等金额的一个，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填入你要出售的一个 USDT 的数量，比如说你这里可以输入1000，你就会收到7000多，但是你余额不够，那你可能不行。这上面金额是全部选好以后，直接点击这个出售 USDT 就可以了，到时候你的支付宝就会收到来自于这个卖家的一个现金。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能有所帮助。那我这个频道的话，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些关于比特币、关于区块链、关于以太坊的一些知识对这方面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小比的这个频道。那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